很多人可能觉得，气候就是天气的简单叠加，今天下雨了，明天晴天，后天刮风，这些零散的气象事件组合在一起就是气候。但实际上，气候系统远比这复杂得多，它是一个由海洋、大气、陆地、冰层和生物圈共同组成的巨大网络，每一个部分都在不断地与其他的部分交流信息，传递能量，影响彼此。想象一下，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人体，那么大气就像是皮肤和毛发，是我们最容易感知到的部分。我们每天看的天气预报，预报的其实就是大气的状态。但在这个人体的内部，还有更加庞大的系统在工作。海洋就像是地球的血液系统，它占据了地球表面71%的面积，吸收了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的绝大部分，并且通过洋流将这些热量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大气则像是循环系统，它将海洋的热量以水蒸气、潜热等形式输送到全球各地。陆地像是骨骼和肌肉，它的地形地貌决定了风和水的流动方向。冰层像是调节器，当地球变暖时，冰层融化会吸收热量；当地球变冷时，冰层扩张会反射更多阳光。这些系统之间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反馈网络。一个地方的风向改变，可能会在几天后影响另一个地方的降雨；一片海域的温度变化，可能会在几个月后重塑整个半球的大气环流模式。厄尔尼诺就是这个系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异常信号。要理解厄尔尼诺，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关键的概念——信风。信风是大气中一种恒定吹拂的风，在赤道地区，它从东向西吹拂，就像一条永不停歇的传送带。在正常情况下，强盛的东南信风会不断地将南美洲沿岸的表层海水吹向西部，使得温暖的表层海水在西太平洋堆积，而东太平洋则因为表层海水被吹走，深层的冷水上涌补充，导致水温相对较低。这个看似简单的风阳互动，其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温暖的海水在西部太平洋堆积，那里的空气受热上升，形成低压区；相对较冷的海水在东部太平洋，那里空气下沉，形成高压区。空气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在低空形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信风，而高空则形成了反向的气流。这个环流圈被称为沃克环流，它是大气海洋系统中最重要的环流之一。正常年份的沃克环流带来了西太平洋地区充沛的降雨，也维持着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独特的气候模式。但每隔几年，这个精密的系统就会发生紊乱，信风突然减弱，甚至改变方向。温暖的表层海水不再被推向西太平洋，而是开始向东回流。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升高，降雨带也随之东移，整个太平洋乃至全球的气候格局都会被这种异常彻底改写。这就是厄尔尼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厄尔尼诺是一个海洋大气耦合系统异常的状态。更精确地讲，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表温度比常年平均值高出 0.5 摄氏度以上，并且这种异常持续超过5个月时，气象学上就称之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这个定义看起来很技术化，但背后的含义非常深远。它告诉我们，厄尔尼诺不是一种简单的天气现象，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海温异常状态。它影响的不是1天2天的天气，而是整个气候模式在长达数月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尺度上的改变。为什么是0.5度这个数字呢？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发现，这个阈值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低于这个幅度的海温波动在自然界中是很常见的，属于正常的年纪变化。但一旦超过这个幅度，就会触发一系列正反馈机制，使得异常状态不断放大和持续，最终导致全球气候格局的显著改变。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一个困扰了科学家们几十年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些关键的机制。首先是信风的异常，在正常年份，强劲的信风像一只无形的手，将温暖的海水向西推去。但厄尔尼诺年份，这只手突然变得虚弱了，信风的强度减弱，有时甚至会短暂地反转为西风。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印度洋的温度变化、热带大气中的季节性波动有关，也可能与大尺度的海洋波动有关。但具体触发因素是什么，科学家们仍在研究中。当信风减弱后，被推向西部的温暖海水开始失去束缚，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向东回流。这些温暖的海水在东部太平洋堆积，导致那里的海温异常升高。同时，东太平洋原本强烈的冷水上涌也会减弱甚至停止，进一步加剧了海温的升高。海温升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海洋与大气之间时刻在进行着热交换。海温升高意味着海水向大气释放更多的热量和水汽，这会导致海面上方的大气变得更热、更潮湿、更不稳定，对流活动增强，降雨增多，而降雨释放的前热又会进一步加热大气，改变大气的温度结构和压力分布。压力分布的改变又会反过来影响风场，原本吹向西太平洋的信风被削弱了，甚至可能变成西风，而信风的改变又会影响洋流，使得更多的暖水向东移动。就这样，一个正反馈循环形成了。厄尔尼诺一旦开始，就会自我强化，很难停下来。提到厄尔尼诺，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妹妹拉尼娜。拉尼娜是西班牙语中小女孩的意思，与圣婴相对应。这两个现象就像是气候系统的两个极端状态。拉尼娜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表，温度比常年平均值低 0.5 摄氏度以上时，在拉尼娜年份，信风异常强劲，将更多的温暖海水推向西太平洋。东太平洋的海温偏低，沃克环流比正常年份更强，这意味着西太平洋地区降雨更多，更容易发生洪涝，而东太平洋和南美洲西海岸则更加干燥。从历史上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往往交替出现，形成一个大约2到7年为一个周期的震荡。这个周期被称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简称 ENSO。ENSO 是地球上最强烈的年季气候变化信号，它的影响范围遍及全球，深刻地塑造着各大洲的气候格局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值得注意的是， ENSO 并不是一个完全规则的周期，有时它会连续2年出现，
有时会间隔很长时间才出现，有时强度很大，有时则相对温和。这种不规则性增加了预测的难度，也是气候科学研究的难点之一。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而是至少可以分为2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为东部型厄尔尼诺，也叫做常规型厄尔尼诺。它的特点是海温异常最明显的区域位于赤道太平洋的东部，也就是南美洲沿岸附近。这种类型的厄尔尼诺在历史上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被观测到。第二种被称为中部型厄尔尼诺，也叫做日期变更线厄尔尼诺。它的特点是海温异常最明显的区域位于赤道太平洋的中部，大约在日期变更线附近。这种类型的厄尔尼诺在近几十年似乎变得更加频繁了。这2种类型的厄尔尼诺虽然在海温分布上有所不同，但都会对全球气候产生显著影响，只是影响的具体模式和严重程度会有所不同。例如，中部型厄尔尼诺对印度季风的影响可能与东部型不同，对中国气候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厄尔尼诺与全球变暖之间有什么关系？从长期趋势来看，全球变暖正在改变海洋和大气的基本状态，海水的温度在整体升高，大气的水汽含量在增加，这些都可能影响厄尔尼诺的表现频率和强度。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另外，气候变暖可能导致 ENSO 周期的某些特征发生变化。有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厄尔尼诺事件的峰值强度可能有所增加，持续时间可能有所延长。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气候系统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很难将全球变暖的影响与其他自然变率完全分离。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一个变暖的世界里，厄尔尼诺的影响可能被放大，因为更高的基础温度意味着更强的蒸发、更不稳定的大气、更极端的降雨。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可能会让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人类认识厄尔尼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在南美洲西海岸的秘鲁和厄瓜多尔沿海，渔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每隔几年的年末，原本丰富的提鱼渔场就会突然变得空空如也，海面上漂浮着死去的海鸟，海水变得温暖而浑浊。这种不祥的征兆往往会持续数月，给当地的渔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当地渔民把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意思是圣婴或者小男孩。这个名字的由来有2个可能的解释。第一，这种现象总是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们认为这是上帝之子在显现神迹，当然是不好的神迹。第二，渔民们认为这种温暖的海流来自南方，像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小男孩来造访他们的海岸。渔民们对厄尔尼诺的观察虽然敏锐而准确，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些观察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没有人知道这种现象的成因，更没有人知道它与远在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甚至中国的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厄尔尼诺从区域性现象变成全球性话题的，是20世纪早期的一批探险家和科学家。20世纪20年代，
英国气象学家吉尔伯特·沃克在研究印度季风时，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印度季风的强弱似乎与太平洋上的气压变化有关。当太平洋西部气压高，东部气压低的时候，印度季风往往较强。当这种气压差减弱或反转时，印度季风往往较弱。沃克把这种气压的跷跷板式变化称为南方涛动。沃克的发现是开创性的，他第一次把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气候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暗示了大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远程关联，但他没能找到海温异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没能解释这种远程关联的具体机制。20世纪50年代，海洋学家开始系统性地观测太平洋的海温，他们发现赤道太平洋的海温确实在以一种规律性的方式变化。当东部太平洋海温升高时，西部太平洋海温就会降低，反之亦然。这种海温的年纪波动与南方涛动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到了60年代，美国海洋学家雅各布·比耶肯斯和亨利·迪亚斯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其实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厄尔尼诺是海洋的表现，南方涛动是大气的表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耦合的海洋大气系统，这就是淹叟概念的雏形。在人类认识厄尔尼诺的历史上，1982到1983年是一个里程碑。那一年的厄尔尼诺是20世纪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但它的发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警觉。当时的科学家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厄尔尼诺监测系统，太平洋上只有零星的浮标和观测船。当异常的海温变化开始时，科学家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厄尔尼诺已经全面爆发，灾难性后果已经显现，人们才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气候巨变正在发生。秘鲁沿岸的海水温度比常年高出7、8度，海洋生物大量死亡。厄瓜多尔和秘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暴雨和洪涝，沙漠地区居然发生了洪水。澳大利亚陷入了严重的干旱，随后引发了森林大火。印度季风出现异常，数亿人受到影响。非洲东部经历了大范围饥荒，全球各地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1982到1983年的厄尔尼诺让全世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自然现象的巨大威力，它也促使各国政府大幅增加了对厄尔尼诺监测和研究的投入。此后，全球性的厄尔尼诺观测网络逐渐建立起来，气候预测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如果说1982到1983年的厄尔尼诺让人们见识了厄尔尼诺的威力，那么1997到1998年的厄尔尼诺则让人们看到了科学预测的进步与局限。1997年春天，海洋学家首次探测到了厄尔尼诺的早期信号，一支国际科学团队利用卫星、浮标和船舶观测数据，成功地在厄尔尼诺全面爆发前几个月发出了预警。各国政府据此提前采取了应对措施，减轻了部分损失。但即便有了预警，1997到1998年的厄尔尼诺仍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引发的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人员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说明，尽管我们已经能够提前数月预测到厄尔尼诺的到来，
但我们对它的影响，特别是极端天气事件的具体时空分布的预测能力仍然有限。这一次的厄尔尼诺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科学遗产，它让人们意识到，厄尔尼诺可以通过大气中的罗斯比波影响全球很远的地方。1997到1998年厄尔尼诺期间，印度洋、南海甚至北大西洋都出现了异常的气候模式，这进一步证实了厄尔尼诺影响的全球性。今天，人类对厄尔尼诺的监测和预测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海洋方面，遍布全球的浮标网络，包括著名的阿尔戈浮标阵列，时刻监测着海洋的温度、盐度和流动。这些数据通过卫星实时传回数据中心，让科学家们能够几乎实时地追踪全球海洋的状态。在大气方面，遍布全球的气象站网、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构成了一个密集的大气监测网络。这些数据让我们能够追踪大气环流的变化，识别厄尔尼诺的前兆信号。基于这些观测数据和不断改进的气候模型，科学家们现在能够提前6个月到1年预测厄尔尼诺的发生，精度比30年前有了大幅提高。虽然极端事件的精确预测仍然困难，但整体趋势的把握已经相对可靠。但我们仍然要承认，气候系统极其复杂，厄尔尼诺的发生和演变存在着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即便在最好的条件下，我们也只能给出概率性的预测，而不是确定性的预报。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我们可以告诉你，明天下雨的概率是70%，但我们无法保证你家门前的街道一定会湿。厄尔尼诺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在太平洋地区。在正常年份，赤道太平洋的海温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西太平洋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北部的海水温暖而深邃，降雨充沛，是全球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而东太平洋包括南美洲西海岸的海水相对较冷，上涌的深层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支撑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渔场之一。厄尔尼诺打破了这种平衡。当东部太平洋海温升高后，降雨带随之东移，原本湿润的西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干旱，而原本干燥的东太平洋沿岸则可能迎来过多的降雨。这种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经济活动的冲击是巨大的。对于南美洲西海岸的渔业来说，厄尔尼诺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温暖的海水阻断了深层冷水的上涌，营养物质无法到达表层，浮游植物大量减少，以浮游植物为食的鲫鱼失去了食物来源，大量死亡或迁移。鲫鱼是整个食物链的基础，当它们消失后，海鸟因为缺乏食物而大量饿死，海狮、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也深受其害，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陷入萧条。厄尔尼诺还会改变热带气旋的分布。在正常年份，热带气旋主要在西太平洋生成，但在厄尔尼诺年份，由于西太平洋海温相对降低，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往往偏向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这意味着传统的台风多发区，如菲律宾、中国东南沿海受到的热带气旋影响可能减少，而中太平洋的夏威夷等地区则面临更大的风险。厄尔尼诺对亚洲季风系统的影响是它最重要的全球影响之一。
印度季风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气候事件。每年6月到9月，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带来全年大部分的降雨，滋养着超过10亿人口的生计。印度农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季风的表现。厄尔尼诺往往伴随着印度季风的减弱。统计显示，在厄尔尼诺年份，印度季风雨量比正常年份平均偏少约10%到20%。在强厄尔尼诺年份，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季风减弱意味着降雨减少，气温升高，干旱加剧，对印度的农业、水资源和能源供应构成严峻挑战。1987到1988年，一次强厄尔尼诺导致印度季风雨量锐减了27%，农业生产严重受损，数千万人面临粮食短缺。2009年，同样是一次强厄尔尼诺，印度经历了严重干旱，水稻和小麦产量大幅下降。这些悲剧在厄尔尼诺的年份里反复上演。东南亚地区也会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印度尼西亚是受影响最显著的国家之一。由于厄尔尼诺导致的干旱和高温，印尼的森林火灾在厄尔尼诺年份往往更加频繁和剧烈。1997到1998年的厄尔尼诺期间，印尼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浓烟笼罩了整个东南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损失。厄尔尼诺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同样是毁灭性的。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为主的大陆，大部分地区降雨稀少，且年季变化剧烈。澳大利亚的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相对湿润，支撑着该国主要的农业和人口中心。但即便在这些地区，水资源也是稀缺而宝贵的。厄尔尼诺年份，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降雨往往显著偏少，气温偏高，蒸发加剧，干旱风险大幅增加。干旱会导致农业欠收，牧场退化，水资源紧张。同时，干燥的植被和高温为森林火灾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在厄尔尼诺年份，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往往会更加频繁，更加剧烈。2009到2010年，厄尔尼诺带来的严重干旱，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黑色星期六火灾创造了条件。这场火灾造成了173人死亡，烧毁了数百万公顷的森林，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热浪和火灾事件。2019年，澳大利亚再次经历了异常严重的森林火灾季。这一年虽然不是典型的厄尔尼诺年份，但海洋温度异常可能与厄尔尼诺的影响叠加，共同促成了灾难性的火灾。数十亿只动物在火灾中丧生或失去栖息地，整个生态系统遭受重创。厄尔尼诺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非洲，给这片大陆带来更多的苦难。东非是受影响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在正常年份，东非的短雨季在10月到12月带来相对稳定的降雨，但在厄尔尼诺年份，短雨季往往降雨偏多，引发洪涝，而长雨季在3月到5月则可能降雨偏少，导致干旱。这种降雨模式的紊乱对农业和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15到2016年，一次强厄尔尼诺给东非带来了严重的干旱。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南苏丹经历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数百万人面临饥荒风险。国际社会不得不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以防止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非洲南部同样会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在厄尔尼诺年份，南部非洲的雨季降雨往往偏少，影响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2015到2016年，南部非洲也经历了严重的干旱和粮食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的脆弱性不仅来自厄尔尼诺本身，还来自应对能力的不足。许多非洲国家缺乏完善的气候监测和预警系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粮食储备不足，社会稳定面临挑战。当厄尔尼诺叠加这些脆弱因素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北美洲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相对间接，但仍然显著。对美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因地区而异。在加利福尼亚等西南部地区，厄尔尼诺往往带来比正常年份更多的降雨，这对于这个长期干旱、人口密集的地区来说是一件好事。事实上，2015到2016年的强厄尔尼诺帮助加州结束了持续多年的严重干旱，但厄尔尼诺对美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在厄尔尼诺年份，美国南部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往往比正常年份更湿润，暴雨和洪涝风险增加。而美国北部包括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则可能比正常年份更干燥，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厄尔尼诺还会影响美国的冬季气温。在厄尔尼诺年份，美国南部的冬季气温往往偏高，而北部则可能偏冷。这是因为厄尔尼诺改变了大气环流模式，影响了极地冷空气南下的频率和路径。南美洲在厄尔尼诺年份往往经历极端的气候两极分化。南美洲西海岸包括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北部，在厄尔尼诺年份会经历异常的暴雨和洪涝。这些地区平时干燥少雨，基础设施和应急预案很少考虑极端降雨的情况。当厄尔尼诺带来大量降雨时，往往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2017年，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导致秘鲁发生严重洪涝，造成上百人死亡，数十万人受灾。大雨引发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摧毁了大量房屋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南美洲的东南部，包括巴西东南部和阿根廷北部，在厄尔尼诺年份则可能经历比正常年份更干燥的天气。这些地区是南美洲的农业核心产区，干旱可能导致大豆、玉米等作物大幅减产。这种南北分化的气候模式，使得南美洲在厄尔尼诺年份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既要抗洪又要抗旱，应急资源的调配变得异常困难。厄尔尼诺的影响远不止于直接关联的地区，它通过大气环流和海洋环流影响着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在大气方面，厄尔尼诺引发的热带太平洋海温变化会产生罗斯比波，这些波动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影响中纬度地区的大气环流。例如，厄尔尼诺与欧洲冬季气温和北美冬季风暴路径都存在统计上的关联，虽然这种关联不如热带地区那么直接和强烈。在海洋方面，厄尔尼诺会影响全球的海洋循环，太平洋的海温变化会通过大气、海洋相互作用，影响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分布，进而影响全球的海洋温度格局。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的碳循环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海洋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会因厄尔尼诺而变化。厄尔尼诺年份全球碳排放和吸收的平衡可能发生偏移，
有研究甚至发现，厄尔尼诺与某些传染病的传播存在关联。温暖的海水和更多的降雨可能增加蚊子等病媒昆虫的繁殖，导致疟疾、登革热等疾病在某些地区的传播风险上升。总之，厄尔尼诺就像气候系统中的一个巨型杠杆，轻轻一动就会引起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深远的连锁反应。中国地处东亚，位于太平洋的西岸，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气候与厄尔尼诺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受季风影响的国家之一。每年夏天，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夏季风将大量水汽输送到中国东部，带来充沛的降雨。这支夏季风的前沿梅雨风是中国江淮流域独特的天气系统，关系到数亿人口的水资源安全。其次，中国位于厄尔尼诺影响的核心区域。厄尔尼诺发生时，赤道太平洋的海温分布会改变热带大气环流，进而影响东亚季风的强度和路径。这意味着，中国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直接和显著。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影响夏季的降雨分布，影响冬季的气温，影响台风的发生频率和移动路径，甚至影响空气质量。理解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气候预测、防灾减灾和资源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厄尔尼诺对中国夏季气候最显著的影响体现在雨带的变化上。在正常年份，随着夏季风北上，降雨带从华南逐渐推进到江淮流域、华北和东北。这个推进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厄尔尼诺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当厄尔尼诺发生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往往发生变化。在厄尔尼诺年份，副热带高压往往偏南偏东，这会导致雨带在江淮流域停留时间偏长，降雨偏多，而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可能偏少。这就是为什么厄尔尼诺年份，中国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更容易发生洪涝，而北方则可能面临干旱。1998年的夏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一年，一次极强的厄尔尼诺导致了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整整一个夏天，暴雨几乎不停歇地倾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了历史性的洪涝灾害。长江干堤多次告急，无数房屋被淹，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转移。那一年的洪灾成为了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2016年同样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之后的年份，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都发生了严重的洪涝，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但这一次，我们有了更好的预警系统和应急响应机制，人员伤亡大大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尼诺对中国雨带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或固定的，雨带的具体位置和强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北极海冰、青藏高原积雪、太平洋经向模态等等。厄尔尼诺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虽然往往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厄尔尼诺对中国冬季气候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最直观的影响是，厄尔尼诺年份，中国冬季气温往往偏高，出现暖冬的概率增加。统计显示，在厄尔尼诺年份，中国冬季气温偏高的概率约为60%到70%，而在拉尼娜年份，
这个概率则明显降低。暖冬听起来是好事，毕竟谁不喜欢温暖的冬天呢？但暖冬也可能带来问题。暖冬会导致冬小麦提前返青，降低抗寒能力。一旦春季出现倒春寒，容易造成冻害。暖冬还会影响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可能增加疾病传播风险。另外，暖冬往往伴随着降水偏少，可能导致冬春季干旱，影响农业生产。但厄尔尼诺年份的冬季并不总是温暖平和的，有时厄尔尼诺可能导致极地冷空气更加频繁的南下，带来强烈的寒潮天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改变了大气环流模式，可能影响极地涡旋的稳定性。当极地涡旋变得不稳定时，冷空气更容易突破防线，向南侵袭。例如2016年1月，一次被称为霸王级寒潮的极端天气事件袭击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全国近90%的国土面积气温降到0度以下。广州、中国香港等华南城市罕见地出现了降雪或冰粒天气。这一年年初正是2015到2016年强厄尔尼诺的巅峰期，所以厄尔尼诺年份的冬季既可能出现暖冬，也可能遭遇寒潮。具体表现如何，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配置以及同期其他气候因子的状态。厄尔尼诺对中国夏季另一个显著的影响体现在台风上。台风是影响中国最重要的天气系统之一，每年夏秋季节都会有数个到10几个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造成重大损失。厄尔尼诺会改变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的特征。在厄尔尼诺年份，由于西太平洋海温相对偏低，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往往偏向中太平洋，生成数量也可能略有减少。但更重要的是，厄尔尼诺会影响台风的移动路径。在厄尔尼诺年份，影响中国的台风数量往往偏少，但台风一旦登陆，强度可能偏高。这是因为厄尔尼诺年份台风更容易在海上发展的时间更长，有更多机会加强，而登陆前受陆地摩擦削弱的时间相对较短。另外，厄尔尼诺还可能导致台风北上转向的比例增加，直接登陆华东和华北沿海的台风比例减少，而登陆广东和海南的比例可能增加。这种路径变化对各地的防台风工作有重要启示。厄尔尼诺通过影响气温和降水，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对粮食生产而言，厄尔尼诺的影响因作物品种和生长阶段而异。对于水稻，厄尔尼诺年份，华南地区早稻生育期往往推迟，灌浆期容易遇到低温，影响产量，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果发生洪涝，则会造成中晚稻的秧田被毁，移栽困难。对玉米来说，华北地区的干旱可能导致春玉米授粉不良，夏玉米生长期水分不足。对小麦来说，冬季暖冬可能使冬小麦抗寒能力下降，春季倒春寒风险增加。厄尔尼诺还会影响病虫害的发生规律。温暖湿润的冬季有利于病虫害越冬，可能导致来年病虫害加重。厄尔尼诺年份，迁飞性害虫如盗飞虱、粘虫的发生期可能提前，危害期延长，对经济作物的影响同样显著。例如，厄尔尼诺年份，华南地区柑橘产区可能因为降雨过多而出现裂果，病害加重。
北方苹果产区可能因为干旱而果个小，品质下降。面对厄尔尼诺的影响，农业部门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包括调整作物品种和播期，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建立更精准的气象预警和农业技术指导体系等。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厄尔尼诺其实与你的餐桌有着密切的联系。让我们从最直接的海鲜开始。在正常年份，秘鲁和智利沿海是世界最重要的鱼粉和鱼油产地。鲫鱼这种小小的鱼类支撑着全球1/3的养殖渔业，因为鱼粉是养殖鱼类和虾类的重要饲料蛋白来源。但厄尔尼诺一来，鲫鱼渔场崩溃，鱼粉产量锐减，价格飞涨，全球养殖业被迫寻找替代饲料，成本上升，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产量。南美洲是全球最重要的大豆出口地，中国进口的大豆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里。厄尔尼诺年份，阿根廷和巴西南部往往偏干，大豆可能减产。大豆是食用油和动物饲料的重要来源，大豆减产会推高豆油和猪肉、鸡肉的价格。东南亚的棕榈油产量也深受厄尔尼诺影响。印尼和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会导致油棕国产量下降，棕榈油减产。棕榈油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植物油，从炸薯条到口红，数千种产品都离不开它。厄尔尼诺甚至可能影响咖啡的价格。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厄尔尼诺年份巴西南部往往偏干，可能影响咖啡豆的产量和品质。2015到2016年厄尔尼诺期间，阿拉比卡咖啡价格一度飙升至多年高点。所以，下次当你发现超市里某些食品或日用品价格上涨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万里之外的太平洋正在发生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不仅影响我们的钱包，也关系到我们的健康。首先是传染病风险。厄尔尼诺引发的气候异常包括气温升高、降雨增多、洪涝频发，会改变蚊子、蜱虫、跳蚤等病媒昆虫的分布和活跃程度。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利于蚊虫繁殖，降雨造成的积水为它们提供了更多滋生地。疟疾、登革热、寨卡病毒、黄热病等虫媒传染病在厄尔尼诺年份的传播风险往往上升。例如，2015到2016年厄尔尼诺期间，巴西出现了大规模的寨卡病毒爆发，并蔓延到其他拉美国家。孕妇感染寨卡病毒可能导致新生儿小头症，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警报。其次是呼吸系统疾病。厄尔尼诺引发的森林火灾会产生大量烟尘和颗粒物，影响空气质量。1997到1998年厄尔尼诺期间，印尼森林火灾产生的烟雾笼罩了整个东南亚，达数月之久，导致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呼吸道疾病患者激增。洪涝灾害本身也会带来健康风险。洪水退去后留下的积水是蚊虫的理想滋生地，灾区卫生条件恶化，增加了肠道传染病和皮肤病的传播风险。此外，洪水造成的心理创伤也会在灾后长期影响受灾居民的精神健康。厄尔尼诺年份的暖冬还可能影响流感的传播规律，
流感病毒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更容易传播。如果冬季异常温暖，流感高峰可能推迟或减弱，但如果出现短时寒潮，季节性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可能同时流行，造成医疗系统压力。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科学预测和提前预警是我们应对厄尔尼诺的第一道防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能够提前数月甚至1年预测厄尔尼诺的发生。当赤道太平洋的海温开始异常升高，信风开始减弱，海洋和大气中出现各种前兆信号时，科学家们就能发出预警。目前，国际上有多家机构发布厄尔尼诺预测和监测信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澳大利亚气象局、日本气象厅、中国气象局等。这些机构利用卫星、浮标、船舶、飞机等多种观测手段收集数据，运行复杂的气候模式进行预测，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预警信息。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厄尔尼诺预测仍然存在局限性。首先，我们无法预测厄尔尼诺的具体强度和持续时间，只能给出概率性的判断。其次，厄尔尼诺对中国等区域的具体影响预测起来更加困难，因为区域气候受到更多局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厄尔尼诺预警应该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随着观测数据的积累和模式的不断运行，预报员会不断修正和更新预测，提高预报的准确性和精细度。农业是受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农业领域的应对措施值得我们重点了解。首先是品种选择，不同作物品种对气候胁迫的耐受性不同。在厄尔尼诺风险较高的年份，可以选择种植抗旱、耐涝或抗高温的作物品种。例如，选择早熟水稻品种可以避开后期可能的低温危害，选择耐旱玉米品种可以减少干旱损失。其次是种植结构调整，通过调整播期、移栽期、收获期，可以使作物关键生育期避开气候风险最大的时段，但这需要准确的气候预测信息作为支撑，也需要考虑前后茬作物的衔接。灌溉和排水设施是应对旱涝灾害的关键。在干旱风险高的年份，提前做好蓄水保水工作，发展节水灌溉技术；在洪涝风险高的年份，提前疏通排水沟渠，完善排涝设施。农业保险是分散风险的重要工具，天气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可以根据气温、降水等气象指标自动赔付，无需逐户核灾，既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理赔成本。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连接科学家和农民的重要桥梁，及时向农民传递厄尔尼诺预警信息和应对建议，指导农民采取适当的农事操作，是减轻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面对厄尔尼诺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防灾减灾工作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防洪方面，需要加强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防洪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完善城市排水系统，制定和演练防汛预案。在厄尔尼诺风险较高的年份，要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加强巡堤查险，做好转移避险准备。防旱方面，需要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管理，优先保障人畜饮水和基本生活用水，发展节水农业和节水工业，
建设应急水源工程。在厄尔尼诺年份的旱情发展期，要及时启动抗旱应急响应，组织送水下乡。防台风的重点是防、避、救3个环节。防是加强海堤、防护林等防灾工程，避是及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救是做好灾后救援和恢复重建。每一次成功的防台风，都是这3重防线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防高温热浪需要特别关注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开放避暑场所，加强健康监测，广泛宣传防暑知识，是减轻热浪危害的有效措施。除了短期的应急响应，我们还需要思考更长期的气候适应策略。在水资源方面，需要加强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空间调配能力，推进水资源税改革，促进节约用水，发展海水淡化、雨水收集等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在农业方面，需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发展设施农业，利用温室、大棚等设施降低气候风险，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在城市发展方面，需要将气候风险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提高城市的气候韧性，加强城市排水、燃气、电力等生命线系统的抗灾能力建设，留足绿地和水体，发挥它们的生态调节功能，建设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城市的感知和响应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设计标准，增强其抗灾能力，特别是交通、通信、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更要提高到能够抵御极端事件的标准。在这个蓝色星球上，海洋与大气永不停歇的对话，热带雨林与极地冰川遥相呼应，赤道的一朵浪花，可能在数月后化作中国南方的一场暴雨。这种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范围。厄尔尼诺也提醒我们，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即便我们已经能够登上月球，探测火星，即便我们已经能够预测遥远星系中黑洞的存在，但面对海洋和大气的呼吸，我们仍然只能谦卑地倾听、观察和适应。我们可以发出预警，但无法阻止它的发生；我们可以减轻它的影响，但无法彻底消除风险。在这个气候变化的年代，厄尔尼诺也许会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我们无法改变这个趋势，但我们可以通过更好地认识它、预测它、应对它，来减少它带来的损失。每一次成功的预警，每一次有效的应对，每一次从灾害中恢复的重建，都是人类智慧的胜利。愿你今夜好梦，晚安。